从指责到坦白，打开安全的对话空间。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准时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你每次都只会挑毛病。婚姻中的争吵往往不是从大事开始的，反而从来都不是。是鞋子放哪里，是今天谁晚回家，是一句话的语气不对，一个表情不耐烦，然后火山就爆发了。丽丽和志强结婚10年，每次吵架的主题好像都不一样，但吵完后的感觉却都一样，疲累、挫败、无解。最近的一次，因为志强忘记接孩子下课，丽丽气炸了，一开口就是你从来都不把我们一家人放在心上。志强脸色一变，立刻反击，我工作那么忙，是为了谁？你有想过我的压力吗？这种你来我往，其实谁都没真的听见对方在说什么。他们以为是在讨论责任分工，其实内心各自在呐喊，你看见我了吗？你懂我吗？真的不是事实，是感受，而这样的沟通注定无法修复，只有更多的破坏。指责其实是请理解我的伪装。很多人不自觉地在婚姻里戴上了面具，不是为了隐藏，而是因为怕受伤。当丽丽说你从来都不把家放在心上，这句话背后其实可能是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重要了？当志强反击说你有想过我的压力吗？其实是在说我觉得我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但我怕被你看不起。指责看起来很强势，实则是内心深处不敢暴露的脆弱，就像一只刺猬把针竖起来，只是因为太怕受伤。这样的情况在婚姻里屡见不鲜。太太用冷嘲热讽说老公没担当，其实是在说我好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你。先生用沉默抗议太太的抱怨，其实是在说我好怕你心里没有我。表面上是控诉，其实是呼求，可惜对方听见的只是你又怪我了，你又不满了，于是就更防卫，更反击，更远。所以修复婚姻的第一步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学会看懂彼此，懂得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的情绪，情绪背后的需要。如果你希望被理解，就先学会不误解。有一种婚姻地狱叫做我怎么讲你都听不懂。丽丽说你都不陪孩子写功课，志祥听成你在说我不负责，不关心小孩。于是他反驳我忙成这样，你以为我不想陪啊？丽丽真正的意思其实可能只是今天孩子问我数学题，我真的很想你在。问题不是沟通技巧，而是聆听的姿态，不是对话内容，而是对话的空气。你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我是在听话还是在防卫？我是想理解对方还是想为自己辩护？我是想靠近还是只想证明我没错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而是不相信说了对方会听懂，所以我们才会改用指责、嘲讽、冷漠或激烈。因为我们怕如果不这样说，对方就不会在意，但事实往往是这样说，对方只会更听不懂。因为人在被攻击时只会想保护自己，不会打开自己。安全的对话空间是你可以真实，但我不会用来伤你。真正的亲密不是无话不说，而是敢说真话，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用来伤我。婚姻中的对话要从辩论赛变成心情日记的交换，从我来告诉你你哪里错变成
我想让你知道我内心的样子。有一次，丽丽决定不再用指责的语气，她对自强说：你昨天忘记接孩子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觉得自己被丢下了。自强没有立刻反击，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你这样说让我也好难过，因为我真的有点撑不住了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让你知道。这一刻，他们第一次没有争论责任，而是分享感受。气氛变了，语气变了，彼此的眼神也变了。这就是安全的对话空间的力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说出你真实的难过，不怕被笑；你可以说出你内心的疲惫，不怕被骂；你可以说我需要你，而不是你怎么那么差。从你错到我痛，关系转机的转捩点。婚姻里最具破坏性的句子是你就是怎样怎样，最具修复力的句子则是我觉得……因为我很在乎你。自强后来学会了一个转化，他不再说你又忘了我交代的事，而是说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我心里会不安，因为那让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我摆最后了。丽丽也学会把你都不体谅我转成我好像都在扮演坏人角色，我真的有点累了，我想被看见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从你怎样的语气转向我感觉的表达，对方就比较不会关门，而比较愿意打开心。因为人们不怕真实的你，怕的是攻击性的你。误解是婚姻的常态，但理解可以是选择。很多夫妻来咨商时，第一句话是他永远不懂我，但当对方开始试着懂你时，常常也听见回应是太晚了。是的，婚姻里有太多错过，错过对方真正的意思，错过说话的好时机，错过彼此愿意靠近的一刻。但只要你还愿意多听一点，多等一会儿，多柔软一点，理解依然是可以被选择的。修复婚姻不是等奇迹发生，而是选择先懂你，而不是先证明我对。那是一种信任，相信对方的行为背后不是恶意，而是防卫，是疲惫，是某种曾经的伤。从指责到坦白的旅程，是一次勇敢的让步，但却带来真正的靠近。结语：当你学会看懂彼此，爱就不再迷路。婚姻不是一直不吵架，而是吵架后学会怎么和好；不是不会误解，而是误解之后愿意再试着理解一次。当你学会听懂对方语气背后的心声，当你用我感觉代替您怎样，你会发现原来爱还在，只是迷了路。现在是时候让他回家了。